我带着领先全世界的军工技术到芯片公司寻求合作，却不仅被当作是来攀关系、找工作的关系户晾在接待室整整3小时，还嘲讽我一个外行人居然敢口出狂言，为他们带来上百亿的利润。在被下了逐客令后，我好心提醒他们立马放弃靠继续囤积90纳米芯片赚大钱时，竟被当作傻子赶出公司。然而3天后，他却灰头土脸的找上门哀求我救救他的公司。我的建议很简单，把你的囤货全部3折售出。黄泽成一愣，差点没吐血。叶先生，你这是不是？黄泽成，你小子记忆力减退了是吧？刚才还说什么建议都愿意听呢？老爷子，不是我不想听，是3折卖掉亏一大笔钱，我也能勉强接受。可是以后呢？人家手里掌握着比我更好的技术，现在大打价格战，我不能一直都是3折出售吧？那和直接破产没区别啊！黄董事长，听我把话说完。3折出售后，你的工厂立刻停工，所有机器卖掉，工人遣散，汇总的资金去其他工厂用同样的价格把芯片买回来。您这不还是让我破产吗？如果用同样价格去买芯片，我还卖自己的干什么？我们先坐下再谈吧。据我所知，你所用的设备要落后于不少厂家，而且在技术标准上达不到出口的要求。但如果你能集中所有的现金，就可以用白菜价买到比现在更好的芯片。出口？往哪出口？叶先生，我不知道您是否清楚外面的情况。现在外面90纳米制成的芯片到处都是，根本不缺。是啊，哪里都不缺。那你的为什么突然卖不掉了呢？黄泽成愣住，这个问题看似没有道理，但他突然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的味道。咱们国产厂商最厉害的地方在哪？无非就是同样的技术，可以做到比别人成本更低，价格也更低。这场价格战现在看起来只是在国内某一部分区域打响，实际上很快就会波及到国外，很快就会有很多国外厂商前来收购这种机器。他们会来收购？为什么？他们的嗅觉可比你们敏锐多了，肯定会立刻停产，以免陷入和你们一样的困境。而这家厂商又没有能力立刻拿出那么多机器来，所以我断定90纳米制成的芯片会在未来某一段时间内出现一个真空期。也就是说，那时候我就可以出售手中的芯片了。到那时，你手里囤积的芯片就是很多人唯一能买到的。不说多，一块芯片你加10%几20%卖出去，赚回来的钱就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。叶枫的一番话并没有让黄泽成觉得惊喜，反而心里愈发不踏实了。叶先生，您的意思是让我集中所有资金，背水一战去收购别人家卖不掉的芯片，然后等国外也被这场危机波及后，再转手卖掉赚差价吗？黄泽成表情有些怪异的道。但如果国外的厂商不停止90纳米芯片的生产，又或者他们也拥有了相同性能的机器，我岂不是死得比任何人都惨？换成我站在你的位置，也一样不会信。但我能给的意见已经给了，黄董事长可以自己考虑如何做决定。黄泽成犹豫了一会后，似乎想到了什么，抬头看向叶枫。您觉得我如果收购了那些芯片，多久能卖掉？半年之后。一旁的刘忠汉张了张嘴，却还是没有吭声。半年的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，但对于一家陷入经济危机的公司来说，却非常的漫长。夏叶，你不是会看相吗？从面相能否看出他这场结束？刘爷爷，我的相术是因人而异的，有人与我有缘就看得清楚，无缘就一点也看不出来。黄董事长的命运如何，全看他怎样做选择。刘忠汉嗯了声，没有再问下去。黄泽成知道今天已经不可能获得其他帮助了，略显失落的离开。刘忠汉亲自送他到了门口。老爷子，您觉得我应该信他吗？生意上的事我不懂，但叶枫这个人，就目前来说，我还没见他做错过任何事。可以说，他在我见过的人里，仅次于白眉道长。黄泽成惊讶地看着刘忠汉，似乎是觉得这话有点夸张。白眉道长可是您打仗时遇到的那位奇人啊，记得他当时以玄学指点您打了好几次胜仗。没错，可惜那时消息走漏出去后，敌人派了飞机前来轰炸，有人说亲眼看到炸弹落在了白眉道长身上，但我带人找遍了整个废墟，都没有发现他的尸体。那之后，我也再没见到过这位奇人了。我明白了，老爷子保重，我先回去了。黄泽成好不容易才有今天的成就，倘若毁了，确实是可惜啊。另一边，黄泽成回到公司后，立刻召开了股东大会。期间有股东被骂着摔门而出，也有人在里面拍桌子砸板凳。总之，最后的结果就是工厂停工，所有工人也被全部遣散了。知道这事的黄泽成老婆差点没气死，当即就找到了公司来。黄泽成，你居然真把咱们的芯片用3折卖出去了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现在3折卖，看似处理了库存压力大的危机，但以后呢？卖了厂房，遣散工人，这是不打算继续做这行了吗？老婆，这事你就别管了吧，我已经有解决我们这次危机的办法了。我不仅要卖，我还要低价把外面那些高性能芯片给买回来。对了，房子和车子的证都在哪里？都卖了吧？我要抓紧汇总资金，把外面那些低价芯片都买回来。你肯定是疯了，知道外面的人都怎么笑话我们吗？你现在和我说卖了又要买回来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眼见夏凌云有暴走的倾向，黄泽成只好赶紧把叶枫抛出来保命。老婆你就别问了，我也是听了别人的建议，但具体后续怎么操作，那人还没跟我说。你真的要把我气死？人家都没跟你说清楚，你就把公司解散了，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黄泽成不敢说太多，一方面怕泄密，另一方面他怕老婆。你这样，现在就给我把这个人喊来，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大的胆子。没办法，黄泽成只能给叶枫打电话，把这边的情况大致说了下。行，我一会就到。很快，叶枫就到了黄泽成的公司里。黄董事长，夏女士，你们好啊。一点也不好，你就是叶枫，给我们家老黄出馊主意的那个人。
小叶是刘老的。你闭嘴！我不管他是谁的人，也不管什么身份、什么来头，我要的是一个解释，为什么给你出这样的馊主意？叶枫，如果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我可以向你道歉；如果你给不出来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叶枫可不是被人随意拿捏的软柿子。夏凌云如果好好说话，他可以把事说清楚，但夏凌云如此盛气凌人的样子，他也没打算客气。夏女士，我不太明白你要什么交代，建议不管好不好，是黄董事长来找我要的，我负责给，应该不负责对家属解释吧？